大家好啊，有冇搞錯？冇錯，石生係阿 Zack Ingrid，咁呢幾日真係好震撼啊！咁 CCTV 唔小心公開咗習近平、普京同金正恩嘅呢個討論嘅國家機密，咁大爆呢個不斷咁器官移植可以達到呢個長生不老嘅。咁習近平咧就聲稱咧人能夠活到150歲，咁就證明咗咧2005年成立嘅呢個981首長健康工程嘅存在啦。唔單止係揭露咗呢個器官特別供應嘅問題啦，仲同中共暴增嘅呢個器官移植數據係相吻合嘅。更加邪惡嘅係咧，中共殺自己嘅人所成就嘅呢個器官外交同埋滲透嘅問題嘅。冇錯。咁啊，事完就北京呢個93閱兵啦，就係啱啱即係好多 KOL 都有講嘅呢個啦。咁啊，央視直播咧就意外收到嗰個音，居然咧俾人就錄到咧習近平同埋普京喺度傾偈啦。咁啊，傾咗啲乜嘢咧？即係一個好離譜嘅一個話題啊，就係即係畫面上咧就3個獨裁者咧一齊行去天安門嘅城樓嘅時候咧，就笑笑口咁講嘢。咁咧佢哋嗰啲嘢咧就可以話啲內容可以話係嚇親嗰個全球觀眾嘅。呢3個邪惡軸心嘅，仲聽落去咧仲邪惡過希特拉啊嗰啲獨裁者嘅。咁我哋首先播一條片俾大家睇睇先啦。係啦，我哋有片睇嘅。係啦，咁咧就等等啦。呢個係短片嚟嘅。係啦。等下先。等。我哋講住嗰個其實得啦。OK，好。不断的移植，代表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呢個習近平咧就話代表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人预测呢，本世紀呢可能。可以活到150歲，也不能說是說係啦。呢個唔係，即係其實咧，基本上咧就話習近平咧就話咧，以前好少人活到呢個70歲啦，但係而家嘅70歲咧仲係個小朋友嘅喎。因為普京咧直情咧就爆啦，即係講啲嘢啦，翻譯人員就翻譯佢嘅説話，就話人類器官咧會不斷咁樣移植。越換咧就越後生，甚至係長生不老。跟住然後現場啲人喺度笑咁樣啦。咁習近平咧就接住嚟講啦，咁預測呢個世紀人類可以活到150歲嘅。隔離嗰個金正恩咧就聽得好入神㗎啦。咁呢一段咧唔夠半分鐘嘅一個對話咧，就即刻引起咗即係海外嘅輿論同埋瘋傳啦。咁啊 BBC 咧就仲保留咗一個完整嘅影片，就3分40秒嘅，係啦。咁啊，但係央視嘅 YouTube 直播咧就即刻變咗做 private 私人影片啦。咁啊，中共自己係即刻刪咗條片嘅。咁普京之後咧喺記者會仲親口證實咧話佢同習近平咧係傾過延長人類壽命呢個題材嘅。咁仲特登提到咧，意大利前總理貝隆斯科尼生前咧都對呢一件事好關心嘅。咁普及下呢個事實啊，呢個貝盧斯科尼咧喺1994年首次擔任呢個意大利嘅總理啦，跟住就領導咗4屆政府嘅，直到2011年先至落台嘅。咁佢係二戰之後意大利執政時間最長嘅總理啦，但係佢亦都身陷性醜聞同埋腐敗嘅指控嘅。咁2023年過咗身啦，咁相信佢如果佢即係知道可以續命嘅話，咁佢都真係會走去移植器官嘅。咁網上高咧就有個即係有啲網民喺 X 平台上高反應咧，有一個評論我覺得好勁嘅。咁佢就話咧，《西遊記》入邊啲妖怪咧討論
唐僧肉嘅功效嘅，咁就係呢一種感覺嘅。形容得好貼切啦。咁呢一段對話咧，其實就直接印證咗，就係中共高層咧，其實佢哋真係享有一個器官特工嘅嗰個服務嘅。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就係應該啱都有提到啦，就係一個叫做981首長健康工程。咁咧喺2019年嘅9月份咧，其實大陸微信咧就瘋傳呢一條廣告啦。咁呢個名就叫做981首長健康工程嘅。咁佢內容咧就係講話中共301醫院咧係一個專門為中共最高領導人而設立嘅一個醫療服務嘅，即係當然唔係最高領導人啦，而係嗰個層啊，最高領導層啦。咁目的就係將中共高官嘅壽命咧延長去到150歲。咁呢一條廣告咧，其實當時係引起咗廣大民眾對於中共嗰啲特權高層嘅嗰個不滿㗎。咁廣告播咗一日之後咧，就即刻被 block 咗噶啦。咁要說明一點咧，就係根據呢一個中共政府舊年公布嘅數字啦，中國平均嘅嗰個預期壽命咧，就係78.6歲嘅。咁呢個係普通老百姓嘅壽命啦，就當然就唔同於呢一個特權嘅層級啦。咁而呢一個廣告咧，其實入邊講咧就話首長咧保健系統咧已經行咗60幾年，就由預防啦、醫療啦、保健啦，去到療養啦，就係一個一條龍嘅一個服務嚟㗎。哇！60幾年咩？即係1960幾年就已經有。係啊，5幾年啦開始嘅。係啦。咁佢仲特別強調咧，就係中共領導人嘅平均壽命咧係遠遠高於西方國家領導人㗎。咁例如就係2008年咧，其實有個統計咧，計到中共高層嘅平均壽命咧係去到88歲㗎，比世界同時期嘅數據咧，其實係長得好多噶。咁啊，係啦，咁基本上大家都喺度討論呢件事啦。大家都有問啊，點解老百姓睇唔起病，俾唔起呢啲醫療費，但係領導人就可以活到150歲咧？咁嗱，而家咧，普京同埋習近平嘅對話咧，就等於向全世界承認咧，就係呢一個特權器官嘅嗰個公認嘅存在嘅。係啊，中共高官啲命咧，的確係越嚟越長嘅喎。咁毛澤東82歲死啦，華國鋒係87歲死啦，咁啊李鵬90歲死啦，鄧小平92歲死啦，江澤民96歲死啦，朱鎔基而家97歲啦，都仲未死嘅。咁中共領導人嘅命咧越嚟越長命。咁呢個首長健康工程好明顯係造就咗呢個社會嘅不公。咁當然啦，延長咗壽命嘅特權階層咧，都唔一定係話真係可以活到咁長，就係睇黨嘅需要嘅。黨咧可以因為需要而改變你嘅壽命嘅，就佢可能叫你游水死或者跑步死啦。咁啊，但係 generally 嚟講咧，其實黨咧係需要延長，即係黨有呢個需要去延長人嘅嗰啲特權嘅壽命啦，所以就有咗。係啦，我啱啱仲想講啦，雖然嗰啲人都90幾啊或者100幾歲死，但係都有60幾歲死嘅。李克強咪我頭先死咯，係啦，仲想講呢樣嘢。係啦，咁我哋都知道咧，北京301醫院咧係專門為中共官員提供醫療服務嘅醫院嘅，咁普通老百姓係去唔到嘅，除非有特殊嘅需要啦。咁所以其實喺中國咧，好耐之前咧就已經係有呢個特權啦。咁事實上聽講呢個981工程咧，健康工程咧喺2005年啦開始啦，咁就。嗰個時間點好似係啱啱好就係爆出呢個中共活摘器官嘅時間，呢一個時間點係好吻合嘅。同埋咧，301醫院嘅特權係點樣咧？係咩官階嘅人可以入到去咧？而家301醫院咧係所有人都可以去。哦，係而家你俾錢，你俾錢得噶啦。哦，因為佢係本身係解放軍總醫院。即係呢個每一個以前每一個軍區都有自己嘅總醫院。呢個軍區級嘅，呢個係全軍級嘅。301當然係最犀利嗰啲人先。當然佢又301醫院，你普通人入去即係普通嘅醫院啫，但係佢有幾個區域係專門係高過即係高級幹部啊，部級以上嗰啲人咧，先至可以入到去嘅。咁啊，當然即係你要去到部級或者副國級嗰時咧入去，咁啊可能會批咩不惜一切代價咁可以救呢個人。咁啊嗰啲咧就係可以幾千
幾千萬或者幾十億去救一個人嘅。咁你知道北京醫院最中意呢啲㗎啦。入嚟一個高官啊，俾一個上邊有個指示不惜一切代價咁樣，佢可以攞嗰啲錢去買好多設備，咁中間就好多嘢可以做㗎啦。你買一個外國設備啊，你中間嘅 commission 都好多㗎咯，係咪啫？佢最中意揾呢啲人。不過你頭先講呢啲嘢，我認為最重要嘅咩咧？我哋講翻今次嘅呢個閱兵，好多人都睇呢個閱兵，當然好多中國人好自豪啊！點解自豪咧？就係因為好多武器啊嘛。今次有好多武器，我哋講啊三位一體啊，我要講核子武器。以前中國係叫做不完整啊，唔係好完整嘅，即係話三位一體就係佢個核子武器嘅投射嗰個方法。因為你有個原子彈冇用㗎，你唔會孭住佢周圍行㗎嘛，殺自己咩？你冇辦法，所以你一定要有個投射嘅方法。嗱，最咩嘅即係平常嘅方法就係洲際導彈，即係可以打好遠好遠嘅導彈。呢一次攞出嚟，東風5C。東風41、東風61、東風61係以前完全未攞出嚟過，冇人知道有呢個型號存在。咁當然而家都冇參數，因為你東風5C已經打到12000公里啦。咁東風61係點樣打呢？速度更加快，定係攜帶嗰個彈頭更加多呢？咁而家冇人知，因為冇參數出嚟嘅。咁喺海裏邊，而家嗰個巨浪。嗰個由潛艇打出嚟嗰個導彈咧，以前係潛艇巨浪1、巨浪2，今次推呢個巨浪3，佢哋自己都講巨浪3都可以打12000公里。其實我有啲唔信，因為嗰啲要好鬼大隻嘅導彈先至可以打咁遠嘅，你知道，因為佢燃料要好多好多啊嘛。咁當然即係佢講啦，喺呢個巨浪嘅。咁另外一個都係第一次推出嚟嘅，就係驚雷1，呢個就係由飛機上面打出嚟嘅。即係所以為三位一體，就係有個洲際導彈啦，有個海裏邊發射啊，仲有個飛機上面發射嘅。即係嗰啲你知道美國同埋俄羅斯都有個末日飛機啊。即係當對方進攻發核武器發出嚟嗰時咧，你嘅末日飛機就起飛啦。點解末日咧？起飛之後喺邊度降落你唔知嘅，即係有冇地方降落都唔知嘅。佢嚟做咩嘅先？上邊擺核子武器，可以飛上天之後打出去，咁報復。即係你唔係截停對方咁。唔係截停，而你打我，係咪我打你？即係你掟個石頭打我屋企玻璃，我都掟個石頭打你屋企玻璃。咁而家當然唔係石頭嘅問題，一掟過嚟你屋企就冇啦。咁你就喺石頭飛喺空中嘅期間，你都掟咗個石頭過去。咁你雖然冇咗啦，但係佢都冇咗啦。呢個就係叫做核子平衡，即係原子彈嘅核嘅平衡，核嘅威懾嘅呢個能力。所以中國以前係唔全嘅，今次咧即係佢個驚雷1都冇任何嘅參數，但係佢呢一次擺喺呢個翁六嘅 N 上邊嘅。翁六 N 咧係一個飛得號稱飛得最遠嘅，驚雷可以打3000零公里，你又飛3-4千公里，等於可以打到7000幾公里啦，大概咁樣。你又如果由中國你飛出去，飛到呢個關島嗰個附近再打，咁就可以打到美國嘅。即係佢呢啲武器全部攞出嚟嘅。當然仲有其他，包括咩無人艦無人機啊，無人戰鬥系統啊，呢個就即係呢個係全世界都喺度發展嘅。呢啲都唔係最犀利最重要，所以原嚟佢哋有一個特別犀利嘅武器，就係俾普京同埋習近平講出嚟嘅。呢個係專門係咩咧？專門係打外國領導人嘅，就係器官研究，就係器官。因為
已經知道有一啲國際上邊嘅即係嗰啲即係呢啲政治人物，同埋有啲富豪，有啲有影響嘅人，真係去中國換器官。我哋知道，因為你喺美國，你分分鐘你要等2年、3年、4年，你唔知嘅。但係喺中國，你可以隨時可以換嘅。2個星期嚇，我知道美國有，都知道歐洲有，亞洲更加多，所以呢個武器比所有頭先我哋講咩核子武器全部都犀利。所以普京有冇換，我哋唔知，因為普京自己翻咗去俄羅斯講嘅，佢話啦，因為人哋問佢啊嘛，你問啦，你哋點解傾呢樣嘢？佢話佢同習近平唔係第一次傾呢樣嘢。乜呢個問題就係啦，佢點解要兩個人唔係第一次傾呢樣嘢？以前傾乜嘢啦？係嘛？因為你喺全世界，你喺全世界，你想攞嘅器官都係好困難嘅，你要等，你要排隊，係咪？但係喺中國，你唔使等，你唔使排隊，你都唔使有合法嘅器官嘅來源啊！你都唔使有醫生嘅簽名，邊個將佢劏出嚟嘅，你都唔使知，乜都唔使知啊！呢個，所以呢樣嘢就係一個共產黨而家最犀利嘅一個武器。你去台灣問下，台灣好多嘅換器官嘅人都係去中國大陸換嘅，有幾個人會企出嚟講啊？呢個器官有少少問題啊！好少嘅，100個裏邊啊，換器官嘅人可能1個都冇出嚟講嘅。因為好簡單，因為自己係受益者。如果有個人殺咗另外一個人，將佢嘅錢俾咗你一部分，我都唔即係大家就唔會去講佢㗎啦。因為所以呢樣嘢咧就係即係呢個我認為呢個係中共最邪惡，但係咯係最犀利嘅一個武器，呢個閱兵戰整咗出嚟。其實咧呢個對話咧透露咗即係呢個除咗呢個特工嘅器官呢一樣嘢，亦都觸動咗國際社會多年嚟對中共嘅懷疑嘅，就係護摘器官嘅。阿 Zack 交俾你講講咯。咁有嚟自中共情報部門嘅高級人員就爆料話咧，中共領導人嘅呢一個研究嘅咧嘅秘方咧就係隨時準備殺人嘅，去換取後生仔嘅嗰個健康器官啊，甚至係長期注射年輕無境嘅血清去維持器官嘅活性嘅。咁咧聽講咧江澤民嘅大仔啦，江綿恒咧就係因為佢有cancer 啦，就要多次換器官。咁每一次換咧都意味住咧其實有生命被奪走噶。咁醫學家咧亦都點解咧？阿 Sir， 你知唔知點解啫？佢每一次換器官，因為佢sorry， 我以為另外一樣嘢咧，繼續，唔好意思。OK， 咁醫學都有醫學界嘅專家咧，就一早有指出啦，因為一個器官咧就有自己嘅壽命嘅，有啲就係10年，有啲可能2-3年就要換㗎。即係如果喺你自己身上邊咧，就會長好多，但係移咗出去之後咧，有好似罐頭咁樣嘅，有個保質期嘅，你知道。係啦，咁因為好似阿英偉咁講咧，佢會有排斥性嘅，咁意味住咧，如果一個人咧，佢真係要想活到150歲，佢又要用人哋嘅器官嘅話咧，就必須你要一批一批咁樣殺人去繼續供應你嘅身體嘅。咁而且中共咧亦都將呢一種咧就好似阿石 Sir 啱啱講啦，就變成一個外交工具。咁咧就聽講咧，佢哋亦都特別邀請一啲譬如華爾街嘅金融巨頭啊，或者一啲國際嘅政要啊，去到中國咧去體驗呢一種特級嘅中國先有嘅醫療服務。即係當然大家都知啦，其實人一旦有錢啊有權啊，其實佢最驚嘅咧就係死亡。咁呢一種咧可以令到人再活多幾廿年嘅呢種誘惑咧，對好多人嚟講，尤其有錢人嚟講係極具吸引力㗎。呢一個亦都成為咗好似石 Sir 咁講咧，就係中共收買國際精英嘅一張王牌啦，去用嘅呢一個醫療特權嘅，去換取佢哋嘅政治或者經濟上嘅需要，將佢哋咧可以即係中共希望外國可以因為咁樣而同中共合作。咁其實喺香港咧，其實有啲富豪都已經咁做。係啊，我記得咧，曾憲梓做咗2-3次啦。
好似係腎移植啊嘛。咁劉鑾雄都做過腎移植啦，好似都係喺中山大學醫學院啦。咁喺前幾個月前咧，習近平去咗馬來西亞訪問啦，喺當時馬來西亞當時一個叫做國王或者酋長之類嘅人啊，咁就直接當面感謝佢啦。原來佢個仔咧就去咗中國咧換咗器官喎。其實呢個應該可以叫做呢個器官外交咯喎。係啊，器官外交。呢個咧，佢唔單止係令到人哋感激你，其實佢入邊有其他嘢可以做嘅。譬如話，佢同你保密，因為呢啲人去咗中國。佢知道可能有問題嘅，佢就唔會講嘅，唔會講嘅。好啦，所以就變成一個秘密咯。如果你唔做乜嘢，係咪我就懟你出去一啲料啊？哇！嗰個人係俾一個人販子整嘅器官係不合法嘅。到時你講都講唔清啊！到時咧佢整啲相，整啲即係其他嘢出嚟，仲衰過嗰啲咩嫖娼罪啊嘛。係啊，你如果我俾錢你，你可以否認嘅。係啊，如果我整個器官俾你，即係冇得否認嘅。仲有啲證據，咁啊你真係你到時你做乜都做唔到嘅，所以就你一做咗嗰樣嘢，就變成同佢哋綁埋一齊，即係所以嗰個武器先至犀利，核武器嚟嘅呢個。石 Sir 咁講咧，其實我都諗翻起以前法輪功學員喺早10幾年，即係呢一個活摘器官發生嘅時候，嗰10幾年好多國際嘅聲音都係沉默嘅。咁亦都有可能係因為呢樣嘢，因為嗰個人咧，因為我之前我哋有睇過加拿大有出片，又係關於活摘器官嘅。當時佢就係想收買個人，就係因為佢嘅嗰個人嘅爸爸需要換器官。咁但係好彩就係嗰個人都係唔想咁做，因為佢覺得唔啱。咁但係有可能就係外國政要，如果佢換咗咧，佢就更加唔敢去出聲啦。嗰啲成幾千個人、成萬個人得一個，即係我寧願自己死，我都要一定要維持我嘅標準嘅。但係絕大部分嘅人唔係咁樣嘅，即係臨死嗰時我理你咁多。係啊，咁有啲觀眾咧可能未聽我哋之前即係我哋嘅節目啦，可能覺得國家領導人得到嘅頂級嘅醫療服務系統係理所應當嘅。即係討論長生不老都係無可厚非嘅，畢竟人人都想長壽啊嘛。咁亦都唔係好相信有活摘器官呢一種事發生嘅。咁我哋就要交俾阿 Zack 補充少少數據，咁大家就知道嗰個即係問題嘅嚴重性。咁如果想了解更加詳細嘅，可以再睇翻我哋4月份嘅一個活摘器官題材嘅節目啦。好，咁我哋咧就睇翻呢一張圖先。咁咧，我哋呢一個咧就係顯示咧係1999年之後咧，中國器官移植數量咧係爆炸性增長嘅。咁其實呢一個背後咧係牽涉一個好嚴重嘅人權罪行啦。咁就可以見到咧就係。呢度咧就係1999年咧就得19間嘅醫院係做呢個肝移植嘅手術嘅，咁當時咧就得78宗移植手術，但係去到2006年咧係暴增嘅，暴增咗20倍，有500幾間醫院都做肝移植喎，咁而且咧嗰個案例咧係14000宗肝移植，比8年前係多咗180幾倍嘅，冇錯，係啦，咁你要睇睇，其實咧99年咧。發生咗咩事咧？即係點解99年至到2006年有咁大嘅區別咧？99年就係即係直接鎮壓法輪功嘅時間，冇錯，開始嘅時間嚟嘅。係啦，好，咁我哋睇第二張圖啦。咁呢一個咧就可能大家會覺得會唔會係科技進步，所以就多咗啲醫院做？咁我哋繼續睇啲數據啦。中國大陸嘅建立嗰個器官捐贈系統咧，其實係喺2007年之後先開始嘅。咁2015年咧，先真正有呢個捐贈器官嘅嗰個數字啦。去到喺嗰個之前咧，其實中國大陸根本就冇器官捐贈嘅。咁香港人其實都明嘅，就係華人或者係中國人咧，其實我哋講咧就係話即係死全屍，即係都唔會想自己即係死無全屍係一個鬧人嘅最犀利嘅一句説話嚟嘅。係啦。咁喺2005年。當時嘅衛生部副部長黃傑夫咧就喺世衛會議嗰度講咧，就話呢一啲暴增嘅器官移植數字咧，佢哋嘅器官咧主要係嚟自死刑犯啦，佔咗90%至95%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咧，由
2000年去到2005年啦，其實每年平均有8000幾宗嘅肝腎移植嘅手術，即係等於咧，其實你每一年咧都要至少有8000個死刑犯先有呢一個數字啦。係可以睇睇嗰個圖表啊。係啦，咁藍色就代表即係官方登記嘅肝同腎移植嘅嗰個總數，但係咧紅色嗰個咧就係代表你每一年嘅死刑人數。咁佢嗰個係超級唔合理嘅，但係佢又話有90%至95%都係死刑人數，所以呢個係根本係唔合理嘅。而且死刑嘅人唔一定可以做器官移植。係啦，嗰批人咧性病啊，有呢個愛滋啊，吸毒啊，即係有咩肝炎啊，即係好多嘅即係呢啲病係唔可以移植嘅。再加埋你要配型。呢個人真係要配到嗰個 O 型、血型、AB 型。即係除咗血型之外，仲有其他嘅，其他要配。即係而家開始咧，即係都係美國佬衰嘅。美國佬整咗一啲藥，可以降低嗰個抗體嘅作用，排斥嘅作用。咁但係呢個都唔。咁你個個國家都有器官移植，咁佢有呢方面係當然，但係我想講嘅係美國有一啲公司明知道都賣俾中國，賣好多俾中國，因為佢哋有數據，但係佢哋唔會講，因為佢哋做生意可以賺到錢，都係想賺錢，係啊賺錢。所以其實呢一個罪行係所有裝稅嘅人造成嘅，係冇錯。咁官方公布嘅嗰個死刑人數咧，其實每年咧都係得幾百至到1000幾宗啊。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個多出嚟嘅比例咧，其實係由邊度嗰度攞出咧？呢一點咧，其實中共政府咧係一直都係冇辦法自圓其說嘅。係啊，即使而家中國大陸話自己嘅器官移植啊，全部都嚟自於器官捐贈啦。咁都係極為唔合理嘅，因為即係我哋以美國器官移植為例啦，咁美國登記自願捐贈嘅人當中咧，每16000名捐贈者咧就可以成功捐贈肝臟一個嘅。咁呢個比例咧，我哋當成一個 benchmark， 一個標準啦咁樣。咁中共新華社喺2020年就報啦，話截止到2019年啦，中國有270萬人登記器官捐贈喎，咁啊實施咗2萬個器官移植嘅案例，當中咧5818宗咧係嚟自即係器官捐贈嘅。咁按照比例嚟講啦，我哋就即係暫且相信佢講嚇，當佢講嘅呢啲數字都係真嘅嚇。咁按照比例嚟講咧，5818人乘16000呢個比例嘅話，咁即係話咧要有9300幾萬人登記咗器官捐贈，先至有可能達至呢個5000幾人嘅真正嘅器官移植嘅。就算以中共官方公布呢個所謂270萬都唔知啱唔啱嘅嚇，咁亦都即係嗰個距離啊，都相差34倍嘅，係極為唔合理嘅。我哋由數字圖表咧，同埋獨立嘅調查報告可以知道咧，早年被活摘器官嘅主要嘅目標咧係呢個法輪功學員嘅，因為唔吸毒，係啦，身體非常之健康啦，咁亦都有好多年青人嘅。咁其後擴張到其他弱勢群體啦，而家甚至乎係蔓延到青少年同埋兒童等等嘅。咁中國大陸失蹤人口個案已經係由以前嘅純拐賣兒童到而家綁架青少年。幾個月前咧，我哋做咗個節目啦，大家都有有興趣都可以睇睇㗎嚇。咁我補充翻先，就係佢除咗法輪功學員因為佢哋健康之外咧，其實當時因為法輪功學員咧就上訪去表達即係修煉嘅嗰個自由啊嗰啲啦。咁當時咧曾慶紅咧就係江澤民嗰個政權咧，其實係就係因為呢一班人太多啦，咁亦都佢哋呢班人咧為咗唔想即係呢班法輪功學員唔想影響屋企人咧，就唔講自己嘅姓名啦，唔講自己嚟自邊個地方啦。咁嗰陣時曾慶紅就諗咗一個橋，即係薄熙來啦，真係諗咗一個橋咧，就係話呢一班人咧其實唔存在嘅，咁就代表呢個係已經係社會上消失嘅啦。咁呢班人可以做啲咩咧？就係做呢樣嘢啦。咁其實我哋今日咧係因為普京同習近平嘅對話咧，就帶出呢個特權醫療咧，但係特權醫療咧即係呢一個邪惡產業鏈嘅其中一環嚟嘅啫。咁其實當時咧，其實同時咧，中共係用呢一樣嘢嚟發黑財嘅。咁就好似啱啱阿石 Sir 都有講，就係有移植旅遊啦，台灣好多人都嚟呢度啦。政治賄賂。
政治賄賂真係嘅，係啦，冇錯。咁中共有咗呢一個活摘器官咧，就有好多錢。咁佢有好多錢咧，就可以做更加多迫害人權嘅嘢。係啦。咁啊，好啦，咁我哋咁講翻就係今日呢一個主題啦。其實普京點解當時有講呢一句説話咧？即係點解佢要講？點解要公開場合要講呢一樣嘢？係啦，咁啊，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嘅研究員沈明室咧就話咧，普京喺個場合講呢啲嘢咧，可能就係為咗測試習近平嘅健康嘅。老實講咧，就即係唔使講呢啲咧，都睇到㗎啦，已經係即係佢咧就講話留意到呢個習近平最近行路唔穩啊，咁面色又發黑啦，咁啊俾條片大家睇睇咯。咁就係影到啦呢個習近平喺呢個閱兵嘅期間咧，係個頭咧有微微咁樣係不停咁去震嘅。係啦，你哋講住先，因為我要係啦，你問咗先。係啦。咁咧，石 Sir 其實咧，即係我都知道你都喺當時直播期間啦，你係直頭做咗呢個節目噶嘛，即係你一路跟呢個直播嘅。咁你有冇發過呢個畫面嘅？有，當時就睇到。當時睇到佢有某一啲時間咧係控制唔到嘅，即係佢嘅頭有少少歪，跟住有喐，係佢係控制唔到嘅，有啲喐，佢係頭唔係直嘅，係有少少歪，跟住即係控制唔到喐。當時我哋就問啲醫學專家，咁啲人就話有幾個原因嘅，最大嘅可能性就係中風嘅後遺症。就係最有可能。我仲以為柏金遜添。柏金遜都有可能。因為佢係損傷咗，佢話咩腦幹邊個位置我唔係好識啊，即係有損傷，咁啊就係呢個問題。因為中風同埋柏金遜其實都有聯繫嘅，有聯繫，可能係個病因係差唔多。OK， 咁其實我哋即係嗰個時間，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噶啦。咁我哋聽日會再做多一集嘅，係個簡介下。係啊，咁我哋聽日會做另外一集咧，咁都同香港嘅藝人同大家關心嘅一啲明星咧，都有好直接嘅關係嘅。係同今次閱兵有關嘅。係，都冇錯啦。咁的確係同今次嘅閱兵有關嘅。咁試完我哋要唔要講咧？定係賣個關子？賣關子，賣關子。我講啊，呢個因為呢個器官啊，即係習近平同埋呢個普京講呢樣嘢，其實俾我諗起咧金庸嘅小說。笑傲江湖裏邊有個殺人名醫啊，救一人殺一人救一人，記唔記得？佢救一個人一定要殺一個人嚟平衡翻嘅。呢個係呢個笑傲江湖裏邊嗰個醫生啊，好似係冇錯，係咁啊！而家就唔係救一人殺一人啊，救一人殺幾十個人嘅。呢個咧即係話即係好邪惡，即係同埋嗰個即係你話《西遊記》嗰裏邊嗰啲都係咁，即係啊為咗長生不老係食嗰啲唐僧嘅肉啊，係要咁樣去食嘅。咁啊呢個係我唔知大家點睇啊？你以為好多人以為，嘿，同我冇關，但係而家喺中國，我哋每一個月都有青少年失蹤，有啲啊係以前咧就一個青少年講一個細路仔3歲5歲以下突然間俾人綁走咗啦，因為而家係10幾歲甚至20幾歲嘅人俾人綁走咗啦，冇錯。哇！有一個人。好似好危險咁樣，而家我睇到最新嘅一啲案例係2個人一齊出去都被2個人失蹤都綁走咗，即係而家係越嚟越犀利。但係問題係大家諗下就知，喺中國呢啲咁樣嘅案一單都破唔到，有冇可能？共產黨喺全世界喺平均每一個人有2個監控嘅鏡頭，有手機嘅控制，有呢樣嗰樣。你講唔好聽，你放個屁，
你放個屁佢都知嘅。你喺街度行路，你乜都佢都知嘅。有冇可能咁樣嘅事？每一年可能幾千上萬個呢啲咁樣案，一單都破唔到咧？咁啊，你都知有啲人自己去破案，破到一定程度俾公安拉咗，咁咩回事咧？咁啊，之前我哋講嘅湘雅醫院，我哋有冇一齊做湘雅醫院？湘雅醫院我同Zack 做，係嗰個年青人係佢仲未係正式嘅醫生，佢已經做咗肝移植200幾單。佢去攞肝，你聽到錄音你就知，好似菜市街市買餸咁樣，嗰啲人咪即係，呢個肝睇嚟都幾好啊，要唔要啊？嗰個咩腎你要唔要啊？即係哇！即係嗰度，即係你聽到恐懼，你要知道嗰啲係賣人肉嘅地方嚟嘅，佢可以錄低，即係話唔係咁避機密啊，唔係咁秘密，已經周街即係中國好多地方都有咁樣嘅嘢發生嘅，所以呢啲嘢咧做到一定時候，每一個中國人都唔會安全。係你唔知你嘅肝、你嘅血型係咪同邊個搭配咗，要你死你一定死嘅，好似佢哋要邊個生到150歲啊，長命100歲已經做到啦，佢哋而家要做萬歲，所以真係呢個問題即係起碼我哋自己大家知啊，我哋可以做乜嘢？我哋可以傳播呢啲消息俾所有人知。冇錯，呢個最重要。即係最主要係大家唔好喺特別係中國大陸啊，或者有好多香港人都可能而家都中意北上消費啊，都會遇到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安全嘅環境嚟嘅。咁同埋最主要，我覺得我哋大家要守住個良知咯，即係人哋同你講話你要即係器官移植啊，咁但係你要 check 翻嗰個器官嘅來源究竟係點樣咯，即係唔可以當唔知就算咯。我有個朋友，佢同我講，佢唯一嘅方法就講俾學校知，講即係講俾社會個個人都知，佢嘅細路仔有愛滋。呢個就係避免被活殖器官。但我想講咧，我曾經有個朋友咧，就係佢知道佢爸爸咧曾經都有啲即係問題，準備可能都需要移植嘅。咁即係如果鏡頭面前嘅觀眾咧，如果可能你都即係遇到呢件事啦，咁如果你有聽到個醫院同你講話，我2個禮拜之後咧有一個器官可以俾你準備可以換啦，咁你要即係可能你都即係希望都要諗住咧，就諗多一層，諗多一層就係其實準備可能2個星期之後咧，有個人會離世啦，係啦。咁呢一個即係如果你真係因為咁樣而要換器官嘅話，即係你都諗深一層。係啦，其實都唔一定話你換咗器官就一定好啊，好多併發症啊，其實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喺你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可能諗一層先啦，係啦。好，咁啊同埋 sorry，因為今日都有好多我哋嘅會員啦，就有同我哋打招呼，我哋都同我哋傾下偈。燕生豬，抽豬。周係啦，跟住仲有 Queenie 啦，嗱呢個係會員嚟嘅，跟住有 Lee Lam 啦，有張美儀啦，係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各位觀眾啦，咁都好多謝大家支持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啦，留言啦、like 啦同 comment 啦，最緊要就係成為我哋嘅會員啦，係啦，咁我哋先有資源可以做更加多嘅節目。好啊，咁我哋聽日再見啦。好，拜拜。